想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分析工具叫做沙丘分析，英文是 Dune Analytics。它是一个看起来很复杂，但是事实上蛮直观好用的链上数据分析神器。什么情况下你会用到它呢？假设你是出入 Web3 领域的分析师，你可以用它来制作市场趋势、协议使用的数据报告。那么如果你是开发者，你可以测试这项目的链上效果，监控特定合约的资料。那么如果你是交易员的话呢，你就可以用它来追踪大户的动态或者是 DEX 的交易量。Dune Analytics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公开的链上数据查询跟分析平台，它提供了免费、可视化并且由社群驱动的分析数据。目前支援超过100条公链，汇聚了海量信息。很棒的一点是，你不需要自己跑节点写代码，就可以使用里面的免费仪表板，还有各位大神已经写好的 query 代码。那么我们现在要进入 Dune Analytics 解码这个强大的工具吧。我们现在进入 Dune Analytics 首页了。那记得我们要先注册才可以使用，所以我已经有账号了，我就直接 sign in。那注册的话，你可以用自己的 Gmail 或任何 email 都可以。那虽然说是全英文，但是各位不用担心哦，就装一个 Google 的翻译插件就可以转换页面了。虽然说是翻译文，不完全精准，但是也还可以。我们现在进入首页，我建议大家进入 Dune Analytics 首页之后，可以先熟悉一下最左边的这个 Metrics。我们点进来，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综合指标 Dune Index， 这个是 Dune 自己的综合指数，它是用来衡量区块链的实际采用度，它不是单纯的只看 TVL 或单纯只看交易量，它是从交易手续费、美元转账、Transfer Volume 还有交易笔数这3个综合指标去计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指标。那你这样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目前区块链的使用情况如何。那大家看到这边有时间轴，目前这个图表是以5年的时间轴的周线在做记录的。那如果你点击这个 Blockchain，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 Group by Blockchain 的开关打开，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哪一条链是真正的用户有在使用，而且有实际的经济活动。那对于开发者、分析师或者是投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让你了解哪条链使用情况如何，然后活跃度表现如何，以及是否真正有经济活动，你就可以用这个指标做一个参考。那目前看来 Solana 还是一个指数分数比较高的一条公链。那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可以从这个图表看得出来的是，目前的市场周期是在什么位置。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指数是63，那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偏强势。那你可以看到在熊市的时候，其实这个指数都是很低的哦。那我们现在进入牛市之后，它指数就起来了。所以这个也可以让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区块链的使用情况，因为是跟牛市熊市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那我们现在处在什么阶段，你就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得出来。我们现在进入 Dune Analytics 强大的仪表板功能，在左边的这个菜单这边，我们找一个 Discover， 我们点进去。Discover 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别人已经做好的仪表板。那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分成3大类。那第一大类就是它设定的这个仪表板，这边你可以看到所有目前在 Dune Analytics 上面的热门仪表板，它是按照 trending， 按照目前的新旧的程度排序在这边。像这个是21小时之前更新过的，然后15天2个月。那这个是对于一些你想要一进来就看数据仪表板，然后跟沙丘分析熟悉的朋友，你就可以从这边进去。在这部分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星星还有数字，这就是有多少用户已经收藏了这个仪表板。通常收藏次数越多的仪表板，也代表这个分析师他做的仪表板，他的数据是可靠，然后程式也是可靠的，也非常值得你去看一看，赶快把它收藏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巫师帽，这个就代表说这位分析师他在 Dune Analytics 上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的作品是受到认可的。然后第2大类是创作者，按照创作者来分类的仪表板。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创作者已经有这么多人收藏了，然后每一个创作者都有自己的作品。那你可以注意到这边有一些创作者后面会跟着 Open to Work， 这就代表说他现在是可以被你请来帮你做数据分析的。那当然这边酬劳的话就直接跟作者谈了。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一些已经在推特上蛮活跃的一些数据分析师，他们会分享在 X 上面。比如说这个 Crypto Coil， 他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在推特上面分享他的数据。我们点击进来看看他有些什么作品。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他目前的作品已经有超过100万条的浏览，
然后它的 query 查询代码也已经被分支了1000多次，然后有2万多个人收藏了他的作品。那我们再往下看，你看他目前写了66个仪表板，13个智能合约，还有902条的查询代码。你看他的工作量之前在去年12月之前还算是蛮活跃的，做好之后就稍微消停了一下下。这边下面这部分是仪表板，那你就可以看有没有什么仪表板是你感兴趣的，你就可以直接点击进来看。那如果你真的感兴趣，你就可以把它收藏起来，然后就会到自己的 favorite 这边。那我们先点进去看这个 Crypto Buy Signal。这个 Crypto Buy Signal 就是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买比特币，然后什么时候可以买山寨币。这边有稍微描述一下这张表是做什么用的。你看已经被我收藏起来了，所以这个星星就亮起来了。我们往下看，那这个图表就是根据它的模型制作出来的链上数据的分析，然后它这边有一个比特币的价格线图，然后这个是山寨币的指数，然后红线这边的话代表你应该可以准备要派发了，也就是卖出。那绿线以下通常都是一个囤币的好时机，所以大家就喜欢他作品的人就会根据这个去做一些交易的参考。这是 Crypto Coil。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稍微懂 SQL 语言的程序员，或者是你想要透过 Dune Analytics 来学习 SQL 语言怎么写，有一个很简单的做法，你可以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往前跳，往下滑，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query， 就是这个 Crypto Coil 写的902条 query， 你看看你有没有感兴趣的指令。比如说我对于这个 New Trending Narrative 就是新的趋势、新趋势叙事很感兴趣，那么我就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然后它这边就有它写好的代码，然后你如果要 run 这个代码的话，你就会获得目前最新的叙事趋势，这边有个 run， 你可以点下去就可以看到结果。那你如果想要自己根据这个程式然后来调整一下的话，你可以点击 fork， 点击 fork 储存之后呢，它会储存到你的 library 里面。那我之前储存好，我直接点过来，你就可以看到我已经储存了它的这个 New Trending Narratives。那储存这个干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做调整。Crypto Coil 它做的是一个全链的新叙事趋势。那你说我如果只想要看 Ethereum 或只想要看 Solana， 然后你正好也会写一点 SQL 程式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 language 在这个部分稍微调整，然后调整完之后你跑自己的程式，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更细致化的结果。那你这样做的话也不用担心会去更改到原作者的代码，这就是 fork 的功能，它其实就是一种拷贝的功能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拷贝。我们现在到 Discover 的第3个部分Blockchain， 那这是沙丘分析的新功能。那 Blockchain 这边它是按照不同的公链来分类，比如说像是 Layer 0还有 Plum 这些新旧公链都在上面。那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分类来关注这个呢？因为其实每个公链有每个公链自己的生态系，比如说你对于特定的公链生态系感兴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来看看上面有什么仪表板，上面目前最热门的仪表板是什么，然后或者是你对于几条公链感兴趣，你就可以把几条公链的资料同时调出来。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对币安智能链感兴趣，我们就点击进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币安智能链上面有多少仪表板是已经设定好的，有多少个创作者已经在上面了，然后有多少人收藏币安智能链的仪表板，然后这边也可以看到每周的交易数量、活跃的地址、总锁仓量。通常一条公链上的总锁仓量如果越大的话，那代表这条链上面的用户的信任度跟使用度也越高。那么再往下看，这是一些这条链上经常会被使用到的 Dune 图表。那有些已经设定好的，比如说像是 DeFi Llama 的 dashboard， 也是从沙丘这边萃取资料出来，然后生成自己的仪表板。你如果点击这个的话，你就可以看到 DeFi Llama 的数据，它就会带你到 DeFi Llama 目前使用沙丘数据所制作出来的仪表板。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交易所的名单啊、永续合约的名单等等，这是经常使用的在 BNB 链上面的仪表板。那往右边看就会看到一些 BNB 跟它的对手链，不管是在交易量也好，或者在日常交易也好，或者是在活跃用户使用度上也好的一个比较状况，大家有兴趣可以一个个自己去摸索。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是最受欢迎的社区仪表板。那像我之前说过，
沙丘分析它本身是一个社区驱动型的数据分析工具，所以上面的很多热门的仪表板基本上都是团队以外，就是用团队以外的社区成员所创作的。比如说像这个币安 Alpha 2.0 独家准确数据，这个就是外面的人，我们社区里面的成员制作的啊。然后因为最近 Alpha 2.0 很红嘛，所以他就特别做了一个数据，把所有的 Alpha 代币它目前的交易小时交易量啊，还有它的交易笔数都列了出来，这样你就可以知道哪一个代币它的交易可能交易成交量比较大，或交易笔数比较多，也许代表这个币的深度比较够。你在刷分数的时候，你也可以去根据这个来决定你的交易策略，它非常齐全。然后最下面还有就是看了这个仪表板的人，他还去看了其他什么仪表板，大家可以根据这个去做自己的数据参考。我们再回来，我们在分类下面看到这个 feeds， 其实这个 feeds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就是仪表板按照不同的方式去分类，比如说 most popular 最热门的啦， trending 目前被搜索程度最高的，或是历史最热门的，或是你自己喜欢的，就是你有点击星星收集到自己的这个档案夹里面的。然后最下面有一个 update from your team， 就是你如果是在一个团队里面的话，那你团队有制作仪表板，你可以加入你的团队，然后所有人就会看到共同的仪表板。那我们最后再提一下Dune它的免费跟付费版本的差异在哪里。基本上我们在这边使用的数据跟仪表板，免费版本就很好用了。那如果你拷贝了就是 fork 大神的查询代码，想要做自己的调整呢，在跑这些代码的时候会消耗掉所谓的 credit， 就是点数。那么根据查询资料的笔数，那消耗的点数也不一样。比如说你做这一笔查询，它可能调动的数据量很大，越大的话它消耗的点数也越多。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下自己目前的使用状况，在 usage 这边，因为我现在也是免费用户，所以它就会告诉你现在用了多少 credit， 然后你自己的查询代码已经用了多少等等等。那对于我们一般用户来说，看免费的仪表板就很好用了。如果你是想要写自己的代码，或者是想要跑一个比较大的资料库，那可能就要变成付费用。那它的价格表大家可以从这边来做参考。在下面有一个 pricing， 那这边就告诉你说你现在是免费用户，你的 credit 怎么用。这边就是费用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不同的订阅。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般的入门者来说，免费就很够用了。你可以用2500点，免费用户2500点，你可以用2500点的练习。那如果你查询的次数越多呢，你再考虑去升级。OK， 今天介绍了一款真正的币圈人会使用的加密数据分析神器。那么从这里入门呢，未来大家可以多多尝试，也许哪一天你就成为了加密数据分析大神也不一定。如果对今天的视频有疑问，欢迎在底下留言。那我们下期见咯，拜拜。